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71期迷彩虎讲堂，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迷彩虎。作为中国明星出口装备，红箭8反坦克导弹创造过20多万发的销售量，20多个国家的出口记录，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2代反坦克导弹。一个又一个销售奇迹的背后，红箭8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要说红箭8，我们就绕不开美国的陶氏。1975年的时候，越南送给我国一批缴获美军的战利品，这其中就包括陶氏反坦克导弹。陶氏反坦克导弹是冷战时期美国为应对苏联的装甲机群量身定做的有力武器。地面发射时，对于射击3000米距离上的目标，陶氏命中率的高低偏差和方向偏差不超过正负200毫米。出色的性能参数让同样面对苏联装甲铁流威胁的中国军队对这款导弹羡慕不已。得到陶氏后，总后装备部立即组织全国20多家军力机构对导弹分析研究，不知经过了多少个通宵达旦的拆解分析，我们总算是吃透了陶氏导弹的设计原理和技术难关。正在研制中的国产第2代反坦克导弹技术方案也得以确定。1984年，导弹研制定型，被正式命名为红箭8型反坦克导弹。而这时的红箭8也是世界少数能够击穿北约3层重型靶板的反坦克导弹。1987年，红箭8与第2代氢弹核武器并列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个反坦克导弹能和氢弹核武器一起获奖，还造了几十万发。想想那时苏联钢铁洪流给我们的阴影有多大。造得多了，技术成熟了，中国红箭8这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半自动导引反坦克导弹也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开启了它的辉煌诞生了。从80年代末到2000年，世界第2代反坦克导弹的总销售量大约为80万枚，而国产红箭8导弹就占了其中的1/4，称它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第2代反坦克导弹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今天，它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战火硝烟里，不知道是多少辆美制俄制铁王8栽倒在红箭8手里。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关注后回复红箭，看看我国红箭8反坦克导弹如何给美制 M1 坦克开了瓢，击破西方坦克神话。不过我们没有满足红箭8的成绩，随着技术发展，坦克装甲和防护技术也在不断进步。20世纪最后1年，我们推出了红箭9重型反坦克导弹。根据靶场测试结果，红箭9在理想条件下对军制装甲靶穿身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毫米，而当时世界上主流的主战坦克正面装甲也不过500-600毫米，这意味着红箭9完全有能力击穿所有主战坦克。红箭9的最远射程达到了5000米，不过跟下代红箭10相比还是差些。现在红箭10反坦克导弹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0公里。除了射程提升，红箭10的制导方式也由激光转变为光纤。相比于激光制导，光纤制导对于天气环境的适应能力有了质的改变。由于光信息量大、频带宽、功耗低、自身辐射极小，光纤制导的目标识别能力、精度、抗干扰性等都比激光制导强。还有，光纤制导还赋予了导弹一定的防空能力。这下红箭10不光能打坦克，也有了打飞机的本事。红箭9、红箭10都是重型的，都得靠载具机动。而轻型的红箭8如今也有了继承，那就是中国版的标枪导弹红箭12。相比于以往，这个红箭12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采用攻顶和直射2种模式。直射大家都懂，这个攻顶可有说了。顾名思义，攻顶就是可以攻击坦克顶部。一般坦克主要是正面装甲厚实，防护最好，侧面次之，最次的就是顶部，一般装甲很薄。目前各国对付攻顶的反坦克导弹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红箭12由于采用了红外焦平面阵列敏感机和图像识别处理技术，能够利用图像制导攻顶打击。红箭12的装配64×64单元的红葛地阵列元件，对红外辐射极其敏感。导弹发射前，目标图像便被导弹处理器保存。导弹发射后，红外焦平面阵列摄取目标背景图的连续变化，图像识别处理器可自动对目标进行识别，并且追踪打击。作战时，红箭12可以以最大200米的飞行高度，采用普通的模式打击敌人坦克的顶装甲，很难防御。今年8月，在包头举行的装甲与反装甲展上，
红箭12在2000米外用时10秒钟准确地命中了一辆590坦克，赢得了满堂彩。经过这次演示后，看来不少豪国又要买了。节目最后，虎哥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 APP 作为福利，每天没事打开看一篇文章即可获得金币奖励，金币自动兑换现金，收益超过30元可提现，现在注册还送2元现金红包。另外你还可以邀请好友或者分享朋友圈，邀请好友来赚钱。每邀请一个好友，除获得2元佣金外，好友的每一个有效阅读将向您进贡20金币。好友越多，阅读越多，你的金币收益更多。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